現在深圳呢，完全變成了女生倒追男生的局面，你能想象嗎？直接拉到了1:9，一個男生後面站着9個女生。哪怕說你30多歲離過婚，只要人實在可靠，有穩定的工作，想過安穩日子馬上就能成搶手貨。可是女生呢，年紀過了30基本上就沒有人主動找了，現實就是這麼的殘酷。深圳大齡女性已經繃不住了，甚至有人提出願意送房相親。你們聽說了嗎？就是這可不是我隨口編造。最近呢，來我們這兒報名的相親的深圳女孩特別多，不少女孩明確表示，結婚時呢不要彩禮，也不要求男方呢準備房车。就是更讓人意外的是，還有女孩说，只要对方願意和自己結婚，男生什麼都不用承担，他還能倒貼一套深圳的房子。我真是納悶，這到底是怎麼了？难道是心態突然就崩了？在深圳這座高速運轉的城市裡，婚戀市場正在悄然發生着變化。據最新的數據顯示，深圳大齡未婚女性人數已經突破了179萬。那麼，為什麼在一個充滿機会的城市裡，越來越多的優秀女性卻是嫁不出去呢？深圳大龄女性群體普遍具備高學歷、高收入、高職業成就，她們經濟獨立，生活穩定，希望伴侶在學歷、收入、價值觀等方面不低於自己。而深圳的優質男性資源卻是相對有限，許多女性在職場中全力以赴，卻無暇顧及感情生活，久而久之，錯過了黃金的婚戀期，陷入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。深圳正在逐漸成為剩女之都。大龄剩女真的是崩溃了。现在的男的怎麼都那麼挑呢？有一個36歲的姐妹找到我說，她最近談了一個男朋友。當時跟男生在見面的過程當中呢，她跟男生說她會做飯，而且做的還挺不錯的。男生當時就說了一句你老，他又說我會開車，會幹家務活。男生依然說歲數大，他說呢以後我會非常賢惠，家務活我全包。男生說你還是歲數大。女生當场就崩，她覺得自己很受打擊。博主說，現在男生寧願去娶一個20多歲的，哪怕他每個月只掙3000塊錢，他們都不願意去娶一個10項全能的大齡剩女。深圳為什麼會成為剩女之都呢？因為來相親的女生呢，90%都是30歲以上的。有一位來找我做1對1的女生呢，她跟我說呀，她每周末基本上都會去蓮花山相親角，但是呢，一直沒找到。我說你是不是要求太高了呀？她說呀，她現在就想找一個男的，活的，不嫌棄我年紀大就不錯了。我還敢提什麼要求呢？我說你這麼接地氣的要求呀，不應該難找呀，你是條件不好嘛。聊完之後呢，我才知道她今年39歲，是一家品牌策劃公司的合夥人，也是研究生學歷。而且呢，有車有房，年收入有40個左右。博主說，這個女生之所以這麼大年齡還單身，是因為年輕的時候，她覺得自己是重點院校畢業的，工作也不錯，收入也不錯，所以對男性的要求是比較高的。她希望對方是研究生以上的學歷，在深圳要有房有車，年收入還得80萬左右。她相親了2-3年之後，意識到能達到這種要求的男生，基本上都已經結婚了。在婚戀市場上的少數優質男生根本就不在乎女生的工作收入與學歷，他們想找的都是年輕漂亮並且能夠提供情緒價值的女生。後來他儘管降低了要求，可是適合的男生還是很少。他說現在特別後悔，錯過了自己最佳的結婚年紀。所以博主提醒各位想要結婚的女士們，早一點在自己最有優勢的年齡去做一些選擇。參加資產2000萬的相親局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呢？一位女孩子剛剛花了1000塊錢，在深圳參加一場這樣的相親局，時長是3個小時。很多姐妹一定會好奇，這樣的活動會不會遇到優質男生呢？值不值得花錢去參加？這位女孩分享了她的體驗。當天的活動總共是30多號人，男女差不多對半。關於活動嘉賓的質量，我感覺裡邊應該有2-3個是真的有錢，資產可能在幾千萬，然後有公司，還有一些真的就水分比較大。而且最大的直觀感受是，全場的男嘉賓都特別大齡，90後可能只有4-5個，然後大部分都是35歲以上，這跟我的年紀差距就很大。然後女嘉賓也是有一半感覺都35歲以上，像我這樣20多歲的真的都很少。博主說，活動场地是一個私人會所，他去美團上搜過這家私人會所，人均消費大概是在2000多塊，場地還是比較高端的。活動基本流程就是先吃飯，菜確實是不錯的，大家自我介紹，然後聊聊天，再換桌活動，最後就結束了。整個活動過程比較潦草。他之前也參加過一次花費100-200塊錢的相親活動，
在那個活動上，很多男生都會加你微信，活動結束以後會跟你聊。但是在這次活動上，男生不會那麼積極的主動的找你要微信，他們就算加了你的聯繫方式，也不會跟你聊天。你會感覺大家都很忙，時間非常寶貴。博主提醒姐妹說，如果你想找一個結婚的對象，這個活動可能不是特別合適。參加的男生年紀偏大，外貌也一般，他們可能因為經濟條件不錯，所以對女生也不太主動。為什麼都是大齡剩女焦慮啊，而大齡剩男卻不焦慮呢？我在深圳做了5年的紅娘經驗了，告訴大家一句大實話啊，22歲到28歲呢是女生在婚戀市場裡面的硬通貨啊，隨便他們挑。但是，一旦過了30歲啊，行情啊直接腰斬。到了35歲呢，哪怕你是年薪100萬，有房有車，在男生的眼裡啊，就是折上折。別再說去提要求了，想找一個本分過日子，他們都得倒貼。可男生呢，28歲到35歲才是黃金升值期呀。博主說，35歲事業有成的男生，身邊經常有女生追，人家根本就不用着急。婚戀市場本來就不是平等的，女生資本是青春，而男生資本是積累。你說哪一個經得起耗呢？现在深圳的大龄剩女啊，真的越來越慌了，因為他們發現自己的妥協速度完全趕不上自己的貶值速度。剛剛我在那邊的相親角遇到了一個87年的女生，就是這麼告訴我的。她說啊，自己已經相了快30個男生了，就算自己的標準一降再降，卻總是被拒絕。想想自己剛畢業那會兒，一心撲在工作上，認為追自己的男生啊，都通通拒絕了。努力了5年，終於爬上了高管，自己也29歲了，身邊的人都告訴自己啊，是時候結婚了。博主說，他覺得自己條件不錯，應該找一個條件好一點的男生，結果一晃就等了30好幾了。他突然間發現沒有人給他介紹對象了，就算給他介紹的，大多數也都是二婚的。他這一下子就慌了，開始主動相親了，但卻發現自己已經很難遇到條件合適的了。本科嗎？对的。想找另一半的話，什麼要求啊？我是想170以上。你是多高？我是164.5。164.5，很精確啊。相當於1.5。身高170以上的話，那年薪呢？年薪也沒什麼要求，就是廈門有房或者是有購房能力就行。從事什麼工作有沒有要求？從事什麼工作也無所謂，就是1個月能多在家幾天。要顧家嗎？紅娘希姐分享說，有一個36歲男生相親的時候，竟然嫌棄一個33歲的女生太老了。這個男生呢，他是個 IT 男，各方面條件還不錯，工作收入也穩定啊，一年至少有60個。就是因為工作太忙呢，耽誤了戀愛，結果一回頭呢，連弟弟的一雙兒女都已經上小學了，所以呢，自己也開始着急了，就想盡快的找到一個合適的女生，結婚生子。那這個女生呢是92年的，也是未婚，長相還可以，各方面條件也還不錯。但是介紹給男生的時候，男生直接拒絕，說92年的太老了，他不要，他只要找95後的。真的終於知道為什麼深圳相親市場已經不接受35歲的女生了哈。因為我最近呢接觸到了86年的未婚女孩，說實話呢，我一看到這種頭疼。她說呢，她已經相親80多次了，一直都沒有合適的。碰到這種啊，我第一句就是問接不接受那種離異男的呀？基本上99%的回答都是我是未婚，肯定要找未婚的，除非呢物質條件特別好。什麼叫做物質條件特別好呢？基本上呢就是在深圳有房有車，財務自由，能雇得起保姆的那種家庭。博主說，現在深圳相親市場上確實有離異的男士，也有物質條件特別好的男士，但幾乎沒有既離異又條件特別好的。因為這種男生一般不會離婚，畢竟他老婆也不傻，陪着他奮鬥了半輩子，好不容易熬出頭了，怎麼可能輕易把位置讓給別人？那麼退一步講呢，就算這種人真的離婚了，大概率也會很快再婚，又怎麼可能跑來相親呢？哎呀，睡前說幾句感觸哈，我覺得我快38了嘛，我覺得在這個年齡階段找對象真的是太難了。就是你說找同齡人吧，如果他沒結過婚，基本上啊，我不能說絕對，基本上都得有點毛病，要不然就是條件太差了，要不然呢就是他沒有愛人的能力，要不然呢就是他就根本就不想結婚，所以他才到35歲以上還沒結婚呢，就這幾種情況。博主說，如果他是離婚的，基本上都是有小孩的；
如果有了孩子還離婚，那麼這個人對孩子很不負責任。博主覺得像他這個年紀還單身，有時候會影響情緒。他會想，自己這麼拼命賺錢，到底是為了什麼呢？花不了多少錢，也沒有老公，沒有孩子。他認為結婚的意義不在於從對方獲得多少情緒價值，而是讓內心有一個穩定的港灣。你知道有人在惦記你，你可以和他分享快樂，也可以傾訴痛苦。下班以後，你可以安心讀書看劇，不用去參加那些低效而又尷尬的相親局。所以他覺得早點把婚姻這件事定下來還是比較好的。怪不得杭州的大龄剩女会泛滥成災。我在万松书院的相親角一看之下，真是驚呆了。女生的家長占了90%，90年到95年左右的女生資料占了90%，女生還是女生。而且我看了一眼，這些女生的条件都超級不錯，有醫生、体制内在编、会計，家庭条件也很好，父母有退休金的，自己有房有车的，真的很多。基本上除了年齡大一點，真是挑不出什么毛病。你也会奇怪，为什么這麼多條件好的女生還沒脫單呢？博主說，這些單身女生都想找一個身高1.75米以上的男生，在杭州有全款車房，年薪30萬以上，性格脾氣好，沒有不良嗜好等等。說實話呢，單看這些條件並不高，也能夠和女生自己條件相匹配，但問題就是能同時滿足這些條件的男生真的是少之又少。沈陽相親角的離譜現狀啊！以前舔狗時代真是過去了，現在超過100多萬的剩女，基本都是80後很優質的女生啊，一個個都急壞了，主動和男生搭話都會被男生挑三揀四的嫌棄。你要是不主動啊，那根本就沒人看得上，一點機會都沒有。中國大陸影視颶風的創辦人，現年29歲的潘天紅，近日在粉絲建議下前往浙江杭州的相親角嘗試推銷自己。儘管他的公司年收入破億，他卻在現場接臉碰壁，引發了網友熱議。在影視颶風發布的視頻中，潘天紅現身相親角，展示自己的個人簡歷。國內學歷為初中，婚姻狀況為離異單身，父親從事與快遞相關工作，母親負責照顧家庭。職業方面，他寫的是攝影師，與影片製作相關。他還在簡歷中附上一張雙手托腮的生活照，希望能夠找到志同道合的伴侶。然而現場反響卻並不理想，多位阿姨看完他的資料後，紛紛表示不滿意，調侃他學歷太低，這麼年輕就離過婚。現場氣氛略顯尷尬，也頗具喜感。事實上，潘天紅在簡歷中雖然填寫了真實的信息，卻有意淡化了部分關鍵的背景。例如簡歷中說父親職業與快遞相關，其實他父親潘天水是圓通快遞的總裁。他自己在國內學歷是初中，是因為他初中畢業以後趕赴海外留學，最終在英國肯特大學電影系取得了碩士學位。他說自己是攝影師，其實他是影視颶風的創辦人，在多個國內平台運營頻道並且發布作品。在今年10月的一次公開訪談中，他透露公司在去年營收已經突破1億元人民幣。這段相親失敗的視頻發布後，迅速引發了網友們的熱議。有人笑稱太好笑了，相親市場含金量最高的男人被阿姨們錯過了。也有不少網友提出質疑，認為他是刻意隱瞞關鍵信息，是在拿市井小民開玩笑。阿姨們真心來相親，他卻是在整人。面對爭議，潘天紅在10月15號的相親視頻中回應道，這次拍攝是源於網友提議他去相親角，他剛好在回答網友上一個問題的時候，提到了婚慶行業的簡歷需要一套獨特的理解方式，就順着拍了下去。在視頻的最後，他也幽默地表示，我真的不是壞人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，請您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